在这款游戏里，华仙的身形犹如地球般大小，仅凭一指就向着地球上的阿修罗戳去。而这种奎托斯看了都得摇头的场面，阿修罗则巍然不动，6天金刚形态全力运转，硬生生扛下了这惊天的一指。这个足以载入游戏史册的场面，仅仅只是阿修罗所要面对的冰山一角而已。纵使敌人无比强大，阿修罗也丝毫不惧。跨越12000年从地狱归来的他，只会将无尽的怒火转为自己的力量，一路途径整个神界。那么在阿修罗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？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款猛男必玩的游戏《阿修罗之路》。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一个高科技文明和宗教文化相融合的世界，并由当时的神国所统治。然而，这个世界的地球上也随之诞生了一种名为夜魔的魔物，他们只会无差别的袭击众神和人类文明。于是，作为最高掌权者的神皇召集了手下名为八神将的最强战力，以及无数架恒星级战舰前去迎战夜魔。为了这场史诗级大战，神国不惜动用了最终兵器因果音炮。顿时，因果要塞额头上那恐怖的激光射向地球，率先为神国一方打开了突破口。然而，这场战斗才刚刚打响，巨大无比的夜魔弗利多硬生生从地球内部撕开一道巨大的伤口，并向着神国舰队发动了攻击，顷刻间摧毁了神国大批的舰队。见到这一幕，作为最强战力的八神将丝毫不惧，立即向着夜魔发动了进攻。作为八神将一员的阿修罗与自己的师傅奥加斯一马当先冲了上去，而作为阿修罗大舅子的夜叉也紧随其后加入了战斗。阿修罗的女儿身为巫女，立马调动体内庞大的神力，为神将们大幅增强战斗力。就连地球上的人类也在祈祷，因为人类的祈祷能够为神将们源源不断的提供战斗所需的真言之力。接受到强化的阿修罗背后出现4条手臂，瞬间开启了他目前的最强形态6天金刚。阿修罗气势大涨，立马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再次向着夜魔冲去。他将所有的力量凝聚在3条右臂之上，狠狠地砸在了夜魔的头顶。遭受到强大力量攻击的夜魔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由于他本身就是星球的意志，所以是永生不灭的存在。众神所能做的仅仅只是将他镇压。万年过后，夜魔依然会再次出现。随着神皇宣告战斗胜利，这场大战也暂时落下了帷幕。但作为八神将之首的德乌斯，想要的不仅仅只是镇压夜魔。正是因为这个念头，一场阴谋也在暗地里开始进行。另一边，阿修罗与大舅子夜叉回到了家中，迎接他们的是阿修罗的妻女。纵使阿修罗是个战斗狂人，在面对妻女的时候，也展现了独属于他的那一份温柔。这时，神皇的召见打破了一家人的团聚。当阿修罗见到神皇以后，得到的并不是加官进爵，而是一个被刺杀的神皇。刚刚意识到情况不对，大批的守卫便蜂拥而至。阿修罗本就不善言辞，无奈之下只好与昔日的手下开战。与此同时，八神将之一的谢尔盖来到了阿修罗的家中，而阿修罗在将神将华仙击退后，完全不顾插满全身的长矛，立马赶回了家中。此时女儿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妻子也倒在了血泊之中。遭遇如此变故，阿修罗带着无尽的怒火找上了一众神将们。看着眼前被囚禁的女儿，阿修罗意识到自己被陷害了，就连感情匪浅的大舅子夜叉也背叛了自己。还没来得及多说，八神将之首的德乌斯出现。原来德乌斯正是害得他家破人亡的主谋，其目的正是为了夺权篡位，从而展开他口中所谓拯救世界的大义。而人缘不好、脾气暴躁的阿修罗就成为了他们用来嫁祸的对象。至于阿修罗的女儿，则因为她能够征服实力的特殊能力，暂时逃过一劫。在德乌斯的大义电疗下，阿修罗被打入地狱。但杀妻夺女之恨只会让阿修罗的怒火不断增长，他势必要让害他女儿哭泣的人付出代价。阿修罗的身影犹如流星一般划破黑夜，彻底跌入了地狱之中。而在接下来漫长的时光里，八神将改名为七星天，阿修罗则被他们刻画成了谋反的怪物，并在人间代代相传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阿修罗在地狱中醒来，一脸迷茫的他看向了四周，忘记了自己是谁。这时，一只金色蜘蛛为他指明了方向，只要拼命往上爬，阿修罗就能回忆起自己的往事。想起来的越多，阿修罗的愤怒就在不断的增长，而他的特殊之处正是能将怒气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力量。一阵剧烈的能量波动过后，阿修罗重新站在了地球之上。如今距离阿修罗被打入地狱已经过去了12000年，在七星天的统治下，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美好，而是越加的荒芜。夜魔横行于世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。当阿修罗来到附近的村庄后，神界的人也很快发现了他。七星天之一的华仙立马赶到了现场。经过了12000年，七星天已经掌管了这个世界的秩序，他们的实力也在这万年间突飞猛进。在华仙看来，阿修罗已经失去了与自己一战的实力。说罢，双方立马开始了决斗。在阿修罗的攻击下，华仙迫不得已动用了更多真言之力，将体型变得巨大化，仅仅一招就将阿修罗打落在地。随后华仙纵身一跃，强行施展乌鸦坐飞机，让阿修罗当场昏厥。但他可不会就此罢手，立马对着地上的阿修罗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，并且言语之间无时无刻都在用阿修罗的女儿刺激着他。这无疑触碰到了阿修罗的逆鳞。阿修罗瞬间起身接住了华仙的拳头，他的怒气转化为强大的力量，直接就将华仙扔了出去。阿修罗开启6天金刚形态，动用全身力量暴起一拳就将华仙打出了地球。但华仙的实力可不仅仅如此，他调动全身的真言之力，体型不断增大，大到遮天蔽日，地球在他面前也仿佛玩物一般。这便是华仙的最强形态大
权限，他单手一指便朝着地球铺天盖地的戳了过去。面对这种末日般的场景，阿修罗丝毫不惧，他将全身的力量汇集到六臂之上，硬生生接下了这惊天的意志。同时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被人杀妻夺女的场景，刹那间一股超越华仙体型的恐怖杀意和怒火在阿修罗体内升腾而出，伴随着一声怒吼，阿修罗挥动六臂，疯狂地砸向了华仙的手指。就算是手臂支离破碎，他也没有丝毫停手的意思。华仙顿感不妙，但已经为时已晚。阿修罗将所有力量汇集到仅剩的一只手臂上，再次重重地砸了上去。不可一世的华仙在一阵剧烈的爆炸后，化为了宇宙里四散的能量。可阿修罗的战斗却不能停止。阿修罗曾经那个与他实力不相上下的对手夜叉已经赶到了战场，眼前这副不想看到的脸让阿修罗再次失去了理智。夜叉作为阿修罗的大舅子，竟然放任别人杀害自己的妹妹，只是为了他们口中所谓的大义。就算失去了手臂，阿修罗也不管不顾的用头和脚对夜叉发动了进攻。但他如今已是强弩之末，不管如何攻击，夜叉都纹丝不动。在压倒性的力量下，阿修罗再次失去了意识。事情过后，夜叉来到阿修罗女儿的面前。原来夜叉所说的大义，正是为了借助侄女所引导的真言之力，从而彻底消灭夜魔。一转眼，时间来到了500年后，阿修罗再次从地狱醒来，金色蜘蛛故技重施，刺激他再次重新找回记忆，回忆不断在脑海中浮现。师傅奥加斯的教导，老对手夜叉的安慰，与妻子和女儿的幸福时光。但这种温馨伴随着女儿被选为巫女，并成为了战争的工具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这些回忆促使着阿修罗再次疯狂地向上攀爬。就这样，阿修罗凭借着一腔怒火再次复活。当他睁开眼后，看到的竟然是一个长得与自己女儿非常相似的少女，但突然出现的夜魔却将少女掳走。阿修罗当即奋起直追，终于在附近的村庄将夜魔击溃。就在一众村民对其顶礼膜拜的时候，感受到强大真言波动的加路罗来到了这里。作为如今的七星天之一，加路罗的行为相比于之前更加的狂妄。为了获取真言之力，他竟然直接下令杀死凡人，以此来收集更多的真言，并利用这股力量来彻底消灭夜魔。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彻底激怒了阿修罗。在将加路罗的手下打败以后，少女拿起手中的石头，不断的砸向残害了她亲人的神明。也只有她是唯一清醒的凡人，因为在少女小时候曾与自己的父亲遭到了夜魔的袭击，但那些神明不仅会净化夜魔，还会顺带杀死被卷入其中的凡人，因此少女的父亲也被夺走了生命。但那些愚昧的村民还在感谢着神明的超度。就在少女无助又迷茫的时候，她看到了阿修罗化为的石像，在阿修罗身上，少女看到了父亲的影子，于是不断地为其送花。回到现实，于心不忍的阿修罗上前制止了少女的行为，并温柔地告诉她：“你做的没错。”随后，阿修罗看向了天空中加路罗所率领的舰队，他已经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了。紧握手中的拳头，阿修罗径直向着前方奔去。他一跃而起，对着地面狠狠地砸了下去。顿时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作用在其身上，阿修罗身形犹如炮弹一般，向着舰队发动了进攻。在阿修罗的轰击下，战舰就像纸糊的一般。可当他一路杀到加路罗面前的时候，却发现只不过是投影而已，其真身已经坐上了逃生舱。其余的战舰立马开始击火阿修罗。就在加路罗得意自己是人送外号小卧龙的时候，却不知死神已经降临。阿修罗借助爆炸的冲击，早已攀附在了他的逃生舱外。然而加路罗想投降已经来不及了，阿修罗不由分说强行挤爆了驾驶舱，爆炸使得阿修罗宛如陨石一般划破大气层，向着地面坠落。这时地面上一个背着长剑的高大身影大笑着朝着前方走去，而这个人正是阿修罗的师傅奥加斯。当阿修罗再次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身处一片温泉之中，师傅奥加斯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奥加斯只是让大战过后的阿修罗先享受一下美酒和温泉。酒过3巡，就算是阿修罗面对这种可怕的敌人，也逐渐放下了防备。但师傅只是让他喝酒，没让他喝醉。奥加斯直接暴起一拳打醒了阿修罗，而他们决一死战的时候也到了。师徒二人来到月球，将这里作为决战地点。面对奥加斯，阿修罗不敢大意，直接开启了6天金刚。师徒二人不闪不避，全凭肉身的强横互相攻击，拳头如暴雨一般砸在了对方的身上。阿修罗凭借蛮横的战力略胜一筹，一拳将奥加斯打飞。见徒弟已经有了如此实力，热血沸腾的奥加斯拔出了他的无名鬼哭刀。上一个逼得他拔刀的还是七星天之首德乌斯，没有丝毫迟疑，奥加斯劈出一道刀气，刀气纵横之间，让月球表面突出了100丈之高。纵使如此，阿修罗依然无所畏惧。二人打得难分胜负，兴奋不已的奥加斯当即施展了他的最强一击，一瞬间无名鬼哭刀开始无限延伸。阿修罗见状不闪不避，硬生生接住了这一刀，但巨大的推力将他推出了月球。短短数秒时间，刀身跨越38万千米，带着阿修罗狠狠地砸向了地球的表面。然而这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刀身依然在不断地深入地下，直至穿透地球。阿修罗可不会就这样失败，他会用拳头证明自己想要救出女儿的强大信念。只见阿修罗一声怒吼，直接一拳狠狠地砸断了这把神兵利器。再次失去所有手臂的他，抓住机会用牙齿咬住刀身，反手终结了这场师徒之战。或许这就是半刀流500世界吧。奥加斯死在了徒弟的手上，但他却非常的欣慰，因为他知道只有战到最后的人才是绝对正确的。所以他最后一次鼓励了阿修罗，让他继续坚持自己的道路。可属于阿修罗的战斗却一刻都不能停止。看着眼前出现的庞然大物，阿修罗再次咬住断刀，朝着前方
杀去，因为他的身后是他所需要保护的人。面对遮天蔽日的夜魔大军，阿修罗咬紧长刀，直接杀进了敌人的中心。然而无休止的战斗让阿修罗筋疲力尽，但只要少女还在身后，他就不会退缩半步。阿修罗的怒气再次达到顶点，狂暴的怒气从他体内喷涌而出，这股怒气化为一只大手，疯狂的屠戮着向他袭来的夜魔。就算是眼前这种庞然大物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也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。就这样，他从黑夜杀到白昼，数之不尽的夜魔大军被阿修罗屠戮殆尽。硝烟过后，阿修罗化为了石像。或许是少女的祈祷起到了效果，又或许是从地狱再次爬了回来，阿修罗恢复了正常。见到这一幕，少女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。于是她热情地邀请阿修罗回到村里。但与此同时，七星天之一的奥尔加也找到了这里，同样是完全不顾凡人的生命。奥尔加让舰队开始了无差别轰炸，漫天的炸弹向着地面倾泻。阿修罗一瞬间反应了过来，他只能大吼着让少女别过来，但却为时已晚。爆炸过后，阿修罗爬出残骸，眼前的少女已经失去了生命。在经历了杀妻夺女的悲惨遭遇过后，她再一次失去了所有。一想到自己连个小女孩都保护不了，那么这些只会掠夺的神就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。一股滔天的杀意和怒火猛然爆发，顷刻之间，整片天地只剩下了他撕心裂肺的叫喊。阿修罗开启了他最强的形态否天，四只能量形成的手臂在他身前环绕，带着突变周天的气势，对着上方的舰队便发动了进攻。巨大的恒星级战舰在否天形态的攻击下一触即溃。阿修罗再次凝聚庞大的能量，仅仅一招便让舰队灰飞烟灭。奥尔加则狼狈逃窜，饶是如此，依旧不能平息他的愤怒，痛苦的叫喊回荡在了这片天地之间。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被小舅子夜叉看在了眼里，他的心里也因此对一直坚信的大义产生了动摇。然而逃出了攻击范围的奥尔加可不会善罢甘休，他立马不管不顾地出动了因果要塞，准备使用因果音炮彻底铲除阿修罗。见到这一幕，夜叉的信念也被彻底颠覆。他们耗费12000年所掠夺的真言之力，本就是为了彻底消灭夜魔所准备的，而如今奥尔加只是为了一己私欲，就要动用成就大义的终极武器。这种辜负牺牲之人的生命的行为，让夜叉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他决定前去纠正这种不义的行为。不过手下的阻拦，夜叉身形犹如鬼魅一般，径直冲向了因果要塞，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因果音炮成功发射。可终究还是敌不过庞大的真言之力，阿修罗被强大的能量吞没。好在夜叉及时赶到，他将全身的脚气灌注于一点，狠狠地踢在了因果要塞的脸上，力量强大到改变了攻击的轨迹。阿修罗也因此逃过一劫。经过这件事情，奥尔加受到了德乌斯的惩罚。夜叉因为坚守了自己的大义，并没有被多加怪罪。随后，德乌斯派遣夜叉与谢尔盖前去讨伐附近集结的夜魔。在夜叉干净利落地净化了这片区域后，神将谢尔盖却痛下杀手，挥手间便掠夺了城内凡人的灵魂，只为满足他那病态的美感。但就在谢尔盖得意忘形的时候，彻底黑化的阿修罗出现在了他的面前，仅凭一爪就斩杀了这位七星天神将，甚至还补了一脚。随即阿修罗将目标转移到了夜叉身上，看着眼前陷入疯狂的阿修罗，夜叉的心中瞬间顿悟。既然阿修罗的力量来源是愤怒，那么他自然也能从自己的某种信念上取得力量。但他之前却否定了自己，转而去依靠真言的力量，那他何不换一种方式去击败夜魔，从而完成自己的大义？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的夜叉，将自己要表达的信念灌注在了最后一击上，随着拳头正中阿修罗的胸口，否天形态被夜叉化解，随即体力透支的阿修罗陷入昏迷，而夜叉则回到神都，前去质问德乌斯，顾全大局而牺牲小局，真的就是大义吗？但德乌斯始终坚持，只要能够消灭夜魔，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，还试图劝说夜叉不要杞人忧天。但在这万年的时光里，夜叉见证了太多无辜之人的牺牲，如果能够换一种方式成就大义，那么他也不惜与德乌斯为敌。回到阿修罗这边，在获得了足够的时间恢复后，他重新站了起来，并且再次如法炮制，反身一拳砸向地面，身形犹如炮弹一般，径直冲向了德乌斯所在的神都。当他一路杀到内部的时候，却见到一个酷似大舅子的人影飞了出来。原来此时的夜叉已经因为观念的不合与德乌斯展开了战斗。面对这种强大的敌人，二人不得不联手全力对其发动进攻。可就算是这样，他们也仅仅只是略占上风而已。德乌斯不想与二人多做纠缠，于是将耗费万年时间以及7万亿人类真言所积累的成果展现在了二人的眼前。这是超越了因果要塞的存在。第10天没有丝毫畏惧，夜叉换来飞艇，当即带着阿修罗向着第10天冲去。就在他们一往无前冲到其面前的时候，第10天的双掌也即将合拢。好在二人还是躲过了这灭杀一切的攻击，终于在最后一刻杀进了其核心内部。呈现在阿修罗眼前的正是他苦苦追寻的女儿。见到这一幕，阿修罗没有丝毫迟疑，径直冲向了女儿，但中途却被德乌斯释放的雷电阻拦。事到如今，德乌斯开启了自己的最强形态，恐怖的真言之力在他四周蔓延。阿修罗才不管这么多，一马当先冲了上去，狠狠的一拳砸在了对方的脸上。
但德乌斯只是轻松的挥舞手中的双节棍，便将阿修罗弹开。夜叉此时也找到机会，再次凝聚全身的脚气踢了过去，但却依旧被轻松拿捏。随即德乌斯疯狂挥舞双节棍，在四周形成了一道雷电屏障，二人用尽全力疯狂的砸向屏障，成功的打开了一条突破口，合力的一击重重的砸在了德乌斯的身上，但德乌斯却疯狂的抽取着阿修罗女儿身上所引导的真言，以此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，甚至将阿修罗死死的踩在脚下。但在听到女儿痛苦的呼喊后，阿修罗再次怒气上涌，强行挣脱了束缚，并将德乌斯按在身下，疯狂的倾泻他的怒火。就算他是七星天之手，触犯到了阿修罗的逆鳞，最终也难逃一死。虽然阿修罗成功击败了德乌斯，救出了女儿，但因为第10天失去了控制，大量的真言之力逸散，导致夜魔弗利多提前苏醒，并且完全超越了万年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。就算是这样，阿修罗也不会退缩，因为他的身后还有着需要保护的女儿。于是阿修罗当即和夜叉再次合作，径直冲向了眼前弗利多的本体。但随着本体那恶魔般的脸浮现，一股裹挟着强大力量的攻击也瞬间喷薄而出，光柱吞没了来不及闪躲的二人，将他们打成了重伤。阿修罗身后的女儿可不会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，他当即开始引导真言之力，通过第10天为父亲和舅舅修复伤势，并增强了他们的实力。在这种恐怖的增幅下，阿修罗获得了他有史以来的最强形态光灵。二人当即再次向着夜魔的本体杀去，他们硬扛着冲击，径直冲进了其核心内部。而眼前出现的正是夜魔弗利多的本体喷地。既然正主就在眼前，那么只要打完这场战斗，就能彻底铲除夜魔。纵使喷地是最强夜魔，但在光灵状态下的阿修罗以及实力大增的夜叉面前，也只是负隅顽抗罢了。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，夜魔被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根除，阿修罗也终于能够与自己心爱的女儿回归正常的生活了。然而在游戏的隐藏结局里，这一切并未结束。就在阿修罗和夜叉来到女儿面前的时候，不甘心的奥尔加出现在了女儿的身后，想要在阿修罗的面前杀死他，但那只曾引导阿修罗爬出地狱的金色蜘蛛却出手，瞬间秒杀了奥尔加，并将阿修罗的女儿作为传声筒，表达了自己最大的敬意。原来金色蜘蛛乃是超越神明的存在，名为转轮王，而夜魔与神明之间的战争只不过是他对芸芸众生的试炼而已。如今阿修罗通过了试炼，转轮王非常欣赏他展现出来的实力，决定让阿修罗成为这个世界的最高掌权者，除自己以外。听到这些话，阿修罗瞬间明白了一切，这世间遭受的种种苦难，皆是拜眼前之人所赐。想到这里，阿修罗仰天大笑，既然眼前这个超越神的存在就是导致女儿哭泣的罪魁祸首，那么他也不惜与之一战。阿修罗瞬间开启光灵形态，径直冲向了转轮王。夜叉见状紧随其后，可就算是目前最强形态的二人，却依旧还是被转轮王玩弄于股掌之中。转轮王甚至将阿修罗的女儿放在他的面前，以此来不断刺激阿修罗。要知道，重新救回心爱的女儿，便即将再次失去的痛苦，是任何一个父母都无法承受的。阿修罗也不例外，滔天的杀意和怒火再次吞噬了他的意识。阿修罗重新变回了否天形态，完全不顾燃烧生命的痛苦，想要夺回眼前深爱的女儿。再这样下去，阿修罗只会彻底死亡。于是女儿立马结印，将父亲弹射到了远处。见阿修罗拒绝了自己的招揽，转轮王决定重新让这个世界走向灭亡，并再次创世。紧接着，他随意的将第10天瓦解，无数的碎片向着地球坠落。早已带着阿修罗逃回地球的夜叉，看着眼前的末日景象，暗自做出了一个决定。他将昏迷不醒的阿修罗带到了英国要塞残骸的中枢，并取出了储存7万亿人类真言的8记录。不仅如此，其中甚至包含了这个世界的业，分别是我、色、欲、待、虚、暴、忧、怒。而其中的怒就是阿修罗力量的来源。至于夜叉的那份强大力量，也正是来源于忧。虽然8记炉中的真言已经消耗殆尽，但作为承载阿修罗愤怒的容器也已经足够。随即夜叉赌上了7星天的尊严，强行取下了自己的核心，只为让阿修罗多一分胜算。当阿修罗醒来后，夜叉突然发难，非要与阿修罗比一下到底谁更强。一根筋的阿修罗可不会思考这么多，当即与之战斗了起来。然而阿修罗不知道，这也将是他们的最后一场战斗了。随着阿修罗致命的一拳砸向夜叉时，这位大舅哥脸上浮现了一丝微笑。诧异的阿修罗立马收手，原来夜叉为了让他快速的适应这股力量，选择用最后的时光跟他来一次酣畅淋漓的战斗，就像多年以前他们还是师兄弟那样。看着眼前飘散在空中的夜叉，阿修罗再次回忆起了自己的责任，妻子临死前让他照顾好女儿的嘱托还历历在目。下一幕，阿修罗屹立在飞船顶端，目光坚定，径直迎上了法相天地状态的转轮王，而转轮王也已经开始重启世界。阿修罗当即启用8级炉中的力量，身形瞬间暴涨，变得犹如地球般大小，一面挡下了这惊天的光芒。这便是8神将的形态轮坏者阿修罗。而在地球之上，死去的妻子和7星天们的意志遥遥地注视着阿修罗离去的方向。在如此恐怖的加持下，阿修罗轻松便来到了法相天地的面前，仅凭一拳便进入了其内部的虚空之中。见识到阿修罗潜力的转轮王有了再次招揽的意思，脸上甚至表现出了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。阿修罗见转轮王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给他脸上来一拳。
突如其来的噩耗让转轮王一脸懵逼，甚至在暴起伤人的阿修罗攻击下，脸上又挨了几拳。急了，他急了，法杖都不要了，当即用自己的拳头和阿修罗近身肉搏了起来。但论肉体的强横，就算是他这个超越神明的老方丈，也无法与之抗衡。很快，阿修罗一拳打在了他的下巴上。转轮王见状也不敢大意，于是现出了他佛身魔骨下的真身。可就算是变身后实力大涨，就算是破解了阿修罗轮坏者心态，但承载阿修罗怒气的是容器的极限，不是他的极限。随着转轮王彻底失去了战斗力，女儿也挣脱了控制，但女儿却立马拦住了阿修罗。她深知转轮王一旦死去，所有的真言都会消失，而在真言之力加持下的阿修罗也会一同消散。阿修罗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绕过了女儿，因为只要能够让女儿幸福快乐的活下去，他愿意去死。在阿修罗的最后一击之下，转轮王彻底湮灭。而这一刻，阿修罗的愤怒燃尽了，他终于完成了作为一个父亲的使命，身体也随之消散在虚空之中。而女儿则在一股温柔的能量牵引下，逐渐飘向地球。在未来的日子，她也将在地球度过幸福的一生。先别急着离开，还有彩蛋。8亿7千万年过后，昔日的神明重新转世在现代，阿修罗一家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华仙成了猥琐男，甚至还有乱入的春丽。其余的8神将们也都有着各自的生活。而至于夜叉，依旧还是那个大舅子。然而天上出现的陨石，让阿修罗又一次护在了妻女的身前。既然你能够听到这里，不妨点个赞或者给个3连，你随意的一个点赞将会是我最大的创作动力。狂魔在这里谢谢各位了。顺带提一嘴哈，我不是 AI 配音，只是语速比较快。那么我是修边狂魔，咱们下期再见。